好不容易来一只龙虾，好像也是挺久没有捕到这种龙虾了。本港小青龙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导镖哥。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最后一个网了。最后一个网依然还是小网啊，今天也没有放大网下去。这几个网相差的位置也都不远，所以船一开过去，马上也就到了。好了，现在网也是拉上来了，先上来一条小剥皮鱼，鼓鼓的，还是挺可爱的。这一条是一条加吉鱼。现在我们的网也都是不整理了，因为现在的风浪感觉还是比较大的。小石斑也来了一条，有个3、4两的样子吧。哇，来了2个大刺豚，这2个这么大个，先放旁边吧。现在的风浪真的是有加大的迹象啊，船一摇一晃的，还是要加快点速度拉网啊，赶紧把网拉完就赶紧回去，要不然风浪太大了也比较难受啊。毕竟离回家的路程还是比较遥远的，所以还是要加快点速度才好。如果知道晚上是这样的天气的话，我们就不过来外海捕鱼了，再进来凑合凑合。但是这一阵风是晚上才刚过来的风浪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也没有预测到，所以说外海的天气预报也不是很准的呀。这一个网也是放在海花比较多的地方，所以基本上也是这种小剥皮偏多。毕竟最近的情况也都是以捕小剥皮为主而已。上一趟的外海就上了有50几斤的这个小剥皮鱼了，希望这一趟就能突破个60斤吧。船比较摇晃啊，人都比较难站稳，你看我们都是要扶稳才行，要不然船一摇一晃的，很容易就把人给晃到海里面去了。哦，龙虾龙虾，好不容易来一只龙虾，好像也是挺久没有捕到这种龙虾了。本港小青龙啊，这些鱼货也都是被人预定的，所以这些都不用养活着，等一下直接冰冻就行。今天的所有鱼货也都是被几个老板联合给承包了，所有的鱼货也都是被预定了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去鱼排卖鱼了，直接拿去冷冻起来就行。能为各位老板服务还是我的荣幸呢。刚刚那只龙虾看起来是挺不错的，拿来煮方便面绝对味道挺不错。现在的这个季节也不是龙虾的季节啊，要差不多等到天气完全冷了之后，龙虾都开始多了，大风一吹，龙虾就开始出动了，那时候的龙虾就真的是又大又肥的了。现在就是加吉鱼的旺季啊，所以现在的加吉鱼也是挺肥的，而且也是比较大条。加吉鱼的真正旺季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去钓加吉就能钓到一串一串的，但是这么久没有出海放网，肯定也是能放到不少的加吉鱼的。所以这个季节吃加吉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种选择，价格也不贵，而且肉质也是挺不错的，一般也都是30、40块钱1斤吧。其实休渔期刚过的时候，应该也算是渔民丰收的季节吧。毕竟这个时候的鱼货会比平时会多一些的。最关键的是这个时候什么鱼都有，但是大条的鱼货就少一些了。还来的小螃蟹，我们就把它放生了吧。基本上的大货也都是要在农历的9月份左右，天气开始冷的时候，大货就开始多起来了。大真鲷、大黑鲷什么的。香头。今天香头是捕到了几条啊，但也都是小香头，不大条啊。八爪鱼也来了一个，这条海里也是被八爪鱼给咬烂的。19公也来了一条啊，看起来是比较小条。才看说上来的香头都比较小条，又来了一条大香头啊！最近特别喜欢这种怕怕被打脸的感觉。这条香头应该有个3斤左右啊，看起来还算是挺大条的，一大一小的。这边继续上小剥皮鱼吧，多一些小剥皮是挺不错的啊，毕竟价格比较高，1斤都可以卖到60块钱左右呢，养活着的价格。但是老板要求直接冰冻起来，我们也是卖这个价格的，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养活着收回去啊，只能冰冻起来才行。毕竟一些内陆的城市想吃到一些新鲜的鱼货还是挺不容易的，特别是这种刚打捞上来就直接冰冻的又新鲜又是野生的海鱼，
而且现在养殖的鱼比较多，大部分的人吃的都是养殖的鱼货，野生的还是比较少的。但是各有各的特点吧，有些养殖的比较便宜，但是也有一些养殖的价格比野生的价格还要贵，所以各有各的优点跟缺点吧。风浪比较大，感觉现在的网也是比较难拉上来，所以船速也是要加快一些才行。而且拉网的力气也是明显增大了不少啊。有点这种风浪出海捕鱼还是挺麻烦的，不过好在有点风浪的渔获好像多了一些，有可能要比上一次外海捕到的还要多一些的不？你看这一上来都是3、4条、4、5条的，后面还有一条老虎鱼呢。今天捕到的这些鱼货，除了龙虾之外，也就是属老虎鱼算是比较值钱的鱼货了。今天好像也是捕到了有2条老虎鱼吧。老虎鱼的价格是粉丝都知道的，而且这个价格是近2年都没有变过，不管是什么天气还是什么季节，即使是休渔期的时候，这种老虎鱼的价格也都没有变过。快过年的时候，什么鱼货都涨价，就是老虎鱼的价格不变。所以说它的价格就跟钻石一样，都是很久远的。感觉今天的刺豚鱼有点多，上来了好几个了。刺豚鱼我们这边没人收购啊，所以就不要了。只是现在要加快速度拉网啊，就没时间把它放回海里面去，等回去了再一起放吧。风浪太大，我们其余的事情就没办法做了，只能站好扶稳来，包括网上的一些贝壳类的也都没办法弄出来，通通也都是要等回去了再一起解出来吧。你看船现在这么摇晃啊，安全第一啊，其他防守的事就先不做了。还来了一条大剥皮鱼啊，大剥皮也是很久不见了，这条也是挺大条的。今天的泥猛应该也是捕到有个7、8斤的样子吧，数量不算多，每个网大概也就是2、3斤的样子而已。这条剥皮大条。这一个网在加速的情况下，已经也是接近尾声了。估计海里面也就剩下2、3片渔网没拉上来而已啊，看能不能拉到一些值钱货吧。开海捕鱼以来，出海2次也都没有遇到这个海红斑啊，什么大3刀、10雕之类的也没有遇到。龙虾倒是来了1小只哦。所以剩下的这么一点网，还是要存在有点念想才行。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，万一实现的呢？来了一条真鲷啊，这条真鲷还是挺大条的，应该有个1斤多点。这个季节这种1斤出头的真鲷已经算是比较大条的了，等到下一个月那种3、4斤的真鲷都经常有。不过这一种规格的真鲷更适合清蒸，那种比较大条的真鲷更适合刺身多一些，或者是红烧。这种8两到1斤出头的真鲷更适合清蒸，因为肉比较嫩。如果清蒸的鱼它肉太柴了又不好吃，所以这种规格是刚刚好的。再来一条香头，也是挺大条的。船太摇晃了，你看整个人都斜着了，太难了。做渔民也都是这样子的，为了赚点生活费也不容易啊。感觉辛苦是辛苦啊，但是好在有点收入吧。要说多赚钱的话，其实也是没有的。毕竟捕鱼都是要靠运气，而且都是要看天吃饭的。运气好一些就收入高一些，运气不好的话也是经常打空军的，亏本也是经常发生的，是在近海的时候。休渔期3个半月啊，太久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风浪了，所以晃得我也是有点头晕了。继续加快速度拉网吧，毕竟现在这样的风浪是感觉越来越危险的了。我也不说太多的煽情话，继续拉网吧。我这边也是要负责控制好船速才行，船的速度也是要跟风浪的速度配合好才行，要不然网还是比较难拉上来，而且感觉还是比较费力的，一不小心就把网拉破了。后面这一栋好像也就是光上这些小剥皮鱼了，其他的鱼货哪里去了？我还等着它上海红斑呢，来几条好不好？要求不高啊，来一条2斤的就行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多来几只龙虾也行嘛，来这么多剥皮鱼。要不然剩下最后这么一栋网，你就给我来5斤的剥皮鱼吧。这个要求就不算高了吧，这么低了。这也是休渔期刚过的第2次出海啊，上一次出海是卖了4000多，这一次估计也是差不多。
这一次估计要比上一次好一些吧，应该能达到接近5000的。因为这一次的话，还明显剥皮要比上一次要多一些，可能都要达到60斤左右了。再来一条老虎鱼啊，这一条就要比前面那一条小条一些了。小小的它也是值钱货啊。泥猛鱼现在一斤也是30来块钱，毕竟现在的数量比较少啊，价格还算是比较正常的。等到数量多的时候，有可能就要降到20几块钱，经常发生的。去年泥猛鱼最低的时候，价格是有个25块钱了。去年小剥皮价格最低的时候，一斤是有个58块钱，今年倒是有个60来块钱。所以今年跟去年来说，其实价格相差也不是很大，也就相差个几块钱而已。今天这个位置也是拉上来好几只石头蟹。好了，应该也就剩下这么一片渔网了，越拉越轻了，应该这一片渔网拉完也就结束了，就可以返航回去了。今天不用去鱼排卖鱼啊，所以回去的时间应该也是比较早的。不过可能因为潮水这个水位太低，所以船进不去，可能要等到差不多天亮了才能进去，所以回去的时候就要在船上等到差不多天亮了，潮水涨上来才能进去啊。因为我们停泊船只的位置是要半潮水的时候才能进去，不过也不要紧吧，反正在船上多睡一会儿觉，等到差不多天亮的时候再把船慢慢的开进去就行了，到时候再回家咯。好的，这一个网也是终于拉完了呀，准备返航回去喽。不容易啊，风浪这么大，船还是特别的摇晃的，所以回去的路上也是要开慢一点，开得比较慢啊，开了差不多3个半小时的渔船才看到渔港这里。一直在船上待到现在天已经亮了，准备进港了。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今天所有的渔获是卖了5000块钱。我是脑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。